跟兄弟合伙干鲜花冷链，1年净赚500万，年底分红，他理直气壮划走499万，扔给我1万块。他说公司是我的，本钱是我出的，你就是出个力，给你1万很够意思了。我看着转账记录，二话没说点击收款。行，你想清楚就好。我拿着钱转身租下废弃恒温冷链库，靠独家保鲜技术逆袭。那年情人节遇上大霜冻，全程断花，他的花全烂成泥，我的鲜花全程疯抢。我带着10辆满载进口玫瑰的冷链车队停在他公司门口，看着他那张瞬间惨白的脸，我降下车窗。兄弟，以后花城的鲜花没有你的位置了。听说那天下午，他看着自己满冷库发霉烂掉的鲜花，跪在满地花瓣里，哀嚎得十分惨烈。向南，咱公司今年赚了500多万。这是1万的分红，你拿着。我看着桌上薄薄的信封，没有吭声，脑子里的算盘却在飞速作响。1年365天，我没有一天休息。我每天凌晨4点去鲜花拍卖中心接货验花，拉回冷库做预冷和保水处理。清晨7点给全市各大花店配送。情人节我连熬3个通宵，亲手把每一扎脱水玫瑰从蔫软抢救到完美开放度。情人节、七夕、母亲节这些节日鲜花需求暴涨，我连熬几天几夜，忙得脚不沾地，好几次在花堆上睡着的。全城上百家婚庆公司、连锁花店、高端酒店展会，都是我亲自跑下来的渠道，硬是靠一个人把周氏花卉的流水做到了1000多万，刨去损耗、冷库租金、人工水电等等，年底净利润正好500万。周文斌坐在老板椅上，心安理得地划走499万，只把这1万块扔到我面前，像打发叫花子。向南，做人得知足常乐，好好干，该有的都会有的。周文斌翘着2郎腿，语气里满是施舍地继续给我画大饼。这物流中心的场地是我的，当初启动的50万本钱是我出的，要不是我给你这个平台，你现在还在花市给人搬纸箱呢。你就是出个力，拿1万块钱不少了。你去外面打听打听，哪个搬花工1年能拿1万的？何况我还管你住宿和吃饭呢。他把臭脚往我面前伸了伸，把转账领了吧，给你爸交点透析费，过个好年。这就是我的好兄弟周文斌。当初公司刚开，他因为不懂温控，一整个仓库的鲜花感染霉菌全烂了，眼看就要损失几10万，他拉着我的手，急得眼泪都掉下来。向南，我只有你了，只要你能把我的店盘活，咱们加油干，赚到钱，咱们兄弟平分。我相信我兄弟，我豁出命去干，陪婚庆公司的采购喝酒，喝到吐出胆汁，只为稳住长期订单。在零下冷库里一手就是整夜，拿手指摸叶片摸花萼，湿度高了一点赶紧调，乙烯浓度多马上开换气。我凭借顶尖的技术，花到我手里什么毛病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就闭着眼也能做，拼了老命把这家公司做成了花城鲜花冷链的头部。现在公司火了，钱赚到了。他告诉我，我只是个搬花的，这就是他嘴里的兄弟情。我没说话，只是笑了笑，点击领取了转账，反手就把他拉黑了。行，听你的。周文斌眼里闪过一丝鄙夷，随即哈哈大笑。这就对了，识时务就好。向南，别做梦了，你这辈子也买不起奥迪，好好干。明年我换新的，这辆旧奥迪借你开几天，让你借我的光装一次人上身。不用了，斌哥，过完年我就不来了。周文斌脸上的笑容僵住。什么意思？现在想撂挑子？你信不信我让你在这行混不下去？哪儿能啊，我就是个搬花的，本来也没打算在你这挑担子，以后这担子你自己担吧。身后传来他的咒骂声，我转身走出那间办公室，掏出手机，把周文斌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可他不知道的是，花城200多家花店和婚庆公司的采购认的根本不是他的招牌，而是我这双眼睛。我有全国最顶尖的鲜花急救技术，深水醒花、休眠复苏、病害隔离，这些手艺整个花城找不出第2个人。离开公司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银行，把我爸早些年工伤赔偿剩下的钱，加上这几年省吃俭用攒的全部积蓄，一共42万，全部取了出来，然后直奔花城花卉冷链物流园。那里有整个西南最大的冷链物流集散地，别人看那里现在还只是一片工业园区，周边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地段跟周文斌在市中心的花店完全没法比。但我知道，我城市规划局的同学早就和我透了底，这里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花卉产业示范区规划，未来3年会建成全亚洲最大的冷链鲜花物流中心，紧挨着机场、高铁站和地铁枢纽，从这里发货，10个小时能到北上广深，20个小时能到东京首尔。我拨通了招商处的电话。喂，中介吗？物流园南区最大的那个冷链仓储中心，我向南租了，越快越好。房产中介老马带我去看库，生锈的铁门推开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积灰和铁锈的混合气味。老马拿着手电筒慢慢摸索着走在前面，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向南老板，不是我不提醒你，这地方以前是废弃的农机厂房，改了一半就烂尾了。你看这墙面、这地面、这管线，都是老古董了。制冷压缩机虽然是去年刚换的，但整个库体保温层还没有建立，耗电量吓人。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市中心新建的花卉物流点虽然贵点，
但设施齐全。我抬起头，环顾这间足有800平米的巨大空间。别人看是破，但我知道，从这里开车到机场货运站只要7分钟，到高铁站10分钟，到地铁枢纽8分钟。周文斌在市中心的核心花店开到机场要30分钟。鲜花这行，几分钟就是活鱼死绽放或枯萎的天壤之别，一分一秒都极其珍贵。再名贵的花，只要花瓣脱水起皱，客户当场拒收，一扎花从 A 级直接变垃圾。就这间了，我租3年，包括帮我升级维修设备、打扫卫生。今天能办妥吗？老马愣了一下，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42万，对一个打工仔来说是砸锅卖铁的全部家当，砸进一间废弃厂房改的冷库里，简直是把钱往水里扔。行，都是痛快人，合同现在签。下午我让人把压缩机全部检修一遍，明天给你换最新的温控设备，就当送你的开工礼。一切办妥，我站在空荡荡的冷库中央，四周荒凉冷清，只有远处机场偶尔传来的飞机起降声。我不觉得冷，血反而烧得滚烫。这片荒地，这间破库房，就是我商业版图的起点。回到破旧的出租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推开门的瞬间，屋里的景象让我火直往上窜。客厅桌子上横七竖八摆着外卖盒、瓜子壳和啤酒罐，沙发上歪着二叔、二姨和三表叔。我妈正蹲在地上收拾他们，扔了一地的花生壳和烟头。看到我回来，她赶紧站起身，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眼圈明显红过。向南回来了。二姨翘着二郎腿，阴阳怪气地开口：“哟，这不是咱们花城花市的销冠回来了吗？向南，我今天下午可听说了，人家周文斌今年公司赚了500多万，大方赏了你1万块，你倒好，拍屁股走人了。”我点了点头。二叔把烟头按灭在我家的茶几上。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周家出本钱拿大头，天经地义。你一个打工的，跟着喝口汤还嫌不够？你妈在服装厂1个月才挣几个钱，你把工作辞了，拿什么交房租？向南，你二叔说话直，但理不糙。二姨嗑着瓜子，瓜子壳直接吐在地上。文斌那孩子家境好，学历高，有头脑，人家肯给你个岗位是看得起你。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真是一点苦都不能吃，动不动就辞职，矫情。我妈赶紧打圆场。向南，要不你买点烟酒去给文斌道个歉，再回去干吧。这年头工作不好找。妈，我终于忍不住了。周文斌赚的那500万是我拿命熬出来的。我1整年没睡过1个整觉，情人节3天3夜不合眼，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他说好的利润55分，结果呢？500万给我1万块，1%都不到。这不是分红，这是打发叫花子。屋子里瞬间安静，然后所有亲戚都笑了，笑得前仰后合。二叔看着我一脸嘲讽：“55分，你做梦呢吧？人家出的本钱，人家担的风险，人家的人脉资源，你一个光杆司令凭什么跟人家55分？你也配！”二姨把瓜子壳往地上一扔：“人家周家做鲜花生意多少年了，你有什么？你除了这身洗不掉的穷孙味儿，你有个屁！那1万块钱呢？拿出来，给你爸交拖鞋费。”花了。满屋子人全愣住了。什么？1万块半天就花了？二叔拍着桌子站起来。我租了个冷库，准备自己干。3秒钟的死寂之后，整个屋子爆发出一阵哄笑。二叔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单干，凭你，1没文化，2没技术，3没人脉，4没资金，你单干个鬼！这年头创业就是烧钱，你那1万块钱在手里过不了3天就得败光，你还单干？你拿什么单干？二姨紧跟着补刀：“向南啊，不是二姨说你。我们这些亲戚这些年够对得起你们家了。你爸病在床上，我们借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现在好心劝你，你不听，还这态度。行，你有种，等你爸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别来跟我们哭穷。”对，二叔也站起来。今天我们把话撂这儿，以后你们家的事儿别来找我们，1分钱都不会再借。几个人摔门而去，留下满屋狼藉。我妈坐在沙发上，捂着脸无声地哭。向南，咱们家是不是这辈子就这样了？你爸病躺在床上，你工作也丢了，亲戚们也得罪光了，我们就是穷人的命。我走过去，双手按住他瘦削的肩膀。妈，我命由我不由天，相信我，用不了多久，我就给爸转到最好的透析中心，我爸的病一定会好起来。国外现在有最新的进口靶向药，早晚有一天我让他再也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做透析。那些亲戚的话，你不用往心里去。他抬起头看我，眼里全是泪，但还是点了点头。第2天凌晨1点，我回到冷库，老马挺守信用，墙面重新粉刷了，地面冲洗得干干净净，全新的温控设备闪着绿色的指示灯，只是角落还有些尘垢。我拎起高压水枪一寸一寸冲洗。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这个时间点打电话来的只有一种人，刚从花田里把花摘下来的花农。鲜花怕光怕热，整个鲜花市场的交易全在深夜进行。接听后，一个暴怒的声音几乎震碎我的耳膜：“向南，你个龟儿子，
你到底还在不在周文斌那狗日的公司干？是邢兆林花城花田最大的独立花农，手里常年握着全城最好的玫瑰。星哥，我单干了。出什么事了？周文斌那个杂种，他叫了个妖精一样的女人来看货，那女的什么都不懂，拿手在我的花上乱扯乱拽。我3吨顶级，花头巴掌大，杆子跟筷子似的。那骚蹄子非说颜色不鲜亮，压老子7成的价。之前说好的合同和定金全当放屁。既然鲜花已经采了，退不了，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我心头猛跳3吨。眼下年底结婚旺季，全城花店和婚庆公司都在抢这种尖货，市场上供不应求。这批花要是拿下来，不仅能一炮打响，至少能赚几百万。星哥，这批花我要了。好，老子就是花到了喂牛也不便宜周文斌那不讲信用的蠢货。向南，我信得过你，按拍卖底价走，规矩你懂，抢手货现金结账，一共37万。你现在马上过来提货，鲜花不等天亮的。电话挂断，我站在冷库里，脑子飞速转动。租下这间库房买设备，我全部家当只剩不到3000块，但鲜花过了这几个小时，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周文斌的人还在那边耗着，随时可能回过味来抢购。我深吸一口冷气，拨出一个存了很久的号码，成败全在今晚。周姐，我是向南。电话那头是周敏，西南最大婚庆连锁品牌佳期如梦的创始人，是全省城花卉零售圈最有话语权的人。半年前，周文斌为了省成本，进了一批快腐烂的红玫瑰，想冒充 A 级卡罗拉红玫瑰，卖给周敏做情人节预定高端花束。是我在入库时一眼看出花萼发褐，花瓣背面有褐色坏死斑，典型的灰霉病早期感染。如果那批花摆进花时间旗舰店的恒温花柜，灰霉病孢子会在24小时内扩散感染全店陈列花。我当场截下那批货，自己掏腰包连夜从临时高价调了一批新货补上，扛下了周文斌的痛骂，保住了花店当年情人节的声誉，卖给佳期如梦做首富儿子的婚礼布置。向南，怎么终于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是有什么事儿，还是想姐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周姐，是有事找你。周文斌不厚道，我自己出来单干了。早就该出来了。周文斌那小子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纨绔子弟，没有你，他那破公司早倒闭800回了。说吧，需要姐做什么？老邢那儿有一批顶级的3吨，现在需要37万，我手头现金不够，周姐能不能借我周转一下？这批花买下来，您那儿未来3个月的 A 级花，我按照成本价给你行吗？电话那头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你等一下，行了，100万转过去了。放心吧，向南，姐的眼光从来没出错，我一直都看好你。这钱就当姐入你的股，回头周转开了再还就成。资金瞬间到账。我开着一辆租来的2手冷藏货车，直奔斗南花卉拍卖中心。凌晨2点半的拍卖中心灯火通明，探照灯打在水泥地面上，空气里弥漫着新鲜植物精液的青色气息和纸箱受潮的混合气味。上百个花农和经纪人在各个档口前穿梭，拍卖师的喊价声此起彼伏。邢兆林的花箱前站着一个穿紧身红裙、踩着细高跟的女人，浓妆艳抹，10个手指涂着猩红的指甲油。她正用2根手指捏着一朵卡罗拉红玫瑰的花头，粗鲁地翻来翻去，花瓣被她扯掉好几片，飘落在脚边。周文斌的小情人，据说是刚从荷兰留学回来学花卉的，但是一天花都没摸过。哎呀，斌哥，你看这花，颜色一点都不正吗？而且随便碰一下就掉花瓣，这什么破质量啊！小情人捏着嗓子撒娇，随手又扯掉2片花瓣。邢兆林气得额头青筋直跳，把你的脏手从我的花上拿开！你扯它能不掉吗？周文斌在旁边帮腔，一脸趾高气扬。老邢，我女人说的对，你这花掉花瓣，这是典型的脱水症状。按规矩，我只能按残次品收，3块钱1斤，这些我全要了，算给你面子。放屁！邢兆林拳头攥得咯咯响。现在的鲜花娇贵，低温运输，花萼有点褐变，是正常的冷应激反应，花头完全健康。长途运输掉1、2片花瓣很正常，假花才不掉花瓣呢！你压老子3成价是要喝老子的血！周文斌冷笑一声，抱起胳膊。邢兆林，你看看现在几点了？这深更半夜的，整个花城除了我，谁还能吃得下你这3吨货？你不卖给我，等天一亮花全败了，到时候1块钱1斤都没人要。就在这时，一辆冷藏货车稳稳停在旁边。我推开车门，踩着满地散落的花瓣走过去。周文斌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嘲讽地笑起来。哟，这不是拿了1万块遣散费就夹着尾巴逃跑的向南向老板吗？大半夜跑拍卖中心来干嘛？给别人搬箱子挣饭钱，这么快就没钱吃饭了？小情人挽着周文斌的胳膊，尖着嗓子附和。斌哥，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忘恩负义的打工仔啊，看着就是穷酸样吗？我没理他们，径直走到邢兆林面前，从保温箱里抽出一支玫瑰花。这批花一点毛病都没有，花瓣紧实饱满，花头沉甸甸地压在掌心里，
切口新鲜湿润，呈现出健康的浅绿色。虽然有极少数外层花瓣轻微脱落，但那是采摘和运输中的正常摩擦损耗。花茎完全健康，花蕊挺立，闻一口，清甜的花香里没有任何发酵的霉味，整批花充满了旺盛的野性生命力。这是绝对的顶级 A 级货。我手指轻轻捏了捏最外层几片微微发软的花瓣，指尖感到的不是病花的湿黏，而是单纯的物理脱水。这批 A 级卡罗拉红玫瑰是拍卖场的隔夜货，拍下后没及时做保水处理，在运输途中轻微失水了，只要回冷库用专业的保鲜液做深水急救，3小时内全部恢复笔挺。这种轻微脱水的 A 级货，在懂行的人眼里不但不是病花，反而是捡漏的黄金窗口，因为不懂行的人会把它当次品处理，价格直接腰斩。好花，我把花放回保温箱，拿出手机准备付款。行哥，这3吨我全包了，按你开的市场价37万。37万，向南，你连37块都拿不出来吧？少在这装大尾巴狼！下一秒，清脆的电子音在嘈杂的拍卖中心格外响亮。支付到账37万元。周文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像被人扇了一耳光。小情人的嘴张着忘了合上。你哪来的钱？周文斌震惊。我冷笑，斌哥以前老说我不懂行，今天我教你第一课，在花卉市场，有眼光有技术的才是大爷，而不是你这种只会耍那几刚病的蠢货。邢老板，装车。好嘞。周文斌这个时候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他冲过来，脸色铁青，手指差点戳到我鼻子上。向南，凭什么抢我的货？你知不知道这批货我盯了多久？你信不信我让你在花城干不下去？我还没开口，邢老板先炸了。周文斌，你还要不要脸？说好的价格你坐地起价，只给20%，现在人家按市场价全款拿下，你倒打一耙。鲜花拍卖本来就是价高者得，你凭什么不给人家？周文斌被怼得哑口无言，脸涨成了猪肝色。我懒得再看他一眼，转身就要上车。就在这时，邢老板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压低声音：“向老弟，别急，我还有3吨压箱底的货，从荷兰空运过来的极品特级郁金香。周文斌那个小情人非说花有问题，压价压得离谱，你帮我长长眼。”我信你的眼光。我心头猛地一跳，特级郁金香，那是各大年会会展中心高端婚庆抢破头的镇店之宝，年底需求量巨大，有钱都买不到。我跟着邢老板打开冷链车的后门，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过去，3吨郁金香整整齐齐地码在宝石箱里，花瓣低垂，花茎发软，边缘发蔫，看起来就像一堆即将腐烂的垃圾。难怪周文斌的小情人说这花不行，在不懂行的人眼里，这花确实已经死了。但我弯下腰，轻轻摘下一朵，仔细看花瓣根部，切断处还有新鲜的汁液渗出。我又用手指轻轻按压花瓣，手感依然紧实，没有发空发软。这不是死花，而是进入了冷休眠。由于空运过程中制冷温度调得过低，导致这些花物以为冬天来了，进入了假死状态以保存水分。只要在1小时内将它们放入我独家特定的温度和营养液的醒花池中缓慢苏醒，这些花就能重新绽放，比新鲜的还要艳丽。邢老板，这批花怎么卖？邢老板叹了口气，按平时的市价，这200-300块一支是随便卖的。现在这半死不活的，你要是敢接，按处理价2万块，你全拉走，就当给兄弟们结个辛苦费。我强压下激动的心情，直接付款，生怕他反悔。回到我的冷库已经是半夜3点，我先把买来的 A 级玫瑰安置好，温度严格控制在2到4度，然后立刻开始抢救那3吨郁金香。我调配了含有特定保鲜剂和营养液的人工保鲜水，将温度严格控制在4度到6度之间，然后将那些死花一只只小心翼翼地插进醒花桶里，开启最大功率的循环通风系统。等待的过程无比熬人，花房里只有通风口的风扇不断转动的声音。如果我判断失误，这2万块就是打水漂，我最后的现金流也会投进去。但如果赌赢了，我将一把翻身。5点，花依旧没有动静。5点半，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6点，第一缕阳光透过透气窗洒进来，我几乎要放弃了。就在这时，花房里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枝叶舒展声。我猛地转过头，只见一朵最大的特级郁金香缓缓抬起了低垂的花头，一片一片地舒展着紧裹的花瓣，像一个苏醒的睡美人，在保鲜液中缓慢而优雅地绽放开来。紧接着，1朵、2朵、3朵，那些原本低垂着头的郁金香，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一片一片地舒展开紧裹的花瓣。郁金香盛开着，花瓣具有瑰丽的火焰状条纹，宛如油画，极为罕见，得在晨光中流转。花瓣边缘还挂着细密的水珠，比刚从田里采下来的还要鲜活。整个仓库仿佛变成了开满郁金香的花园。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赌赢了。而此刻，周文斌的危机才刚刚开始。早上7点，周文斌的花店才刚刚开门，几个打着哈欠的伙计正在往外搬花箱。周文斌坐在总裁椅上喝着茶水，心情十分烦躁。昨晚没收到邢老板的货，花店冷柜里只剩下一些品相一般的普通鲜花。就在这时，一辆奔驰急刹在花店门前，高级会展中心的采购部经理老张急匆匆地冲了进来。周老板，你答应好的那批郁金香呢？今天下午3点，全球商大会开幕式要用，赶紧给我装车。周文斌手里的茶杯一抖，茶水洒了一裤裆。张经理，
郁金香今天断货了，你看这洛神玫瑰行不行？老张眼睛一瞪，放屁！花1个月前就订好了，今天你跟我说断货，没有郁金花。你知不知道这次招商大会都有哪些大佬亲自出席？要是搞砸了，你周文斌的招牌也别想要了。老张说完摔门而去。周文斌瘫坐在椅子上，额头上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滚。他猛地站起来，冲着员工吼：“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去找花！整个花城，整个省，不管多少钱，给我找到特级郁金花！”员工哭丧着脸：“老大，真没有了，那批货被向南全拉走了。”周文斌满头大汗，急得团团转。他赶紧掏出手机打给了行业内的几个同行：“喂，王老板，有郁金香没？什么？都被向南劫走了？刘哥，你那边有奸货吗？你也去向南的园区看货了？”周文斌彻底慌了。此时此刻，我的园区冷库门外停满了各种豪车和冷藏货车，整个花城稍微有点头脸的花店老板、婚庆公司采购经理全挤在了我这个破旧的废弃冷库里。向南，你这郁金香怎么比刚从荷兰空运来的还新鲜？花瓣一点磨损都没有，色泽也太正了。周姐也凑了过来，摘下一朵凑到鼻尖闻了闻，这品质我做婚庆20年都没见过。向南，你到底怎么做到的？向老弟，你真绝了！这批郁金香我周姐婚庆要300斤，900一斤，现金结算，现款立结。周姐，你别吃独食，给我们留300斤，我们中午接了王总儿子的婚礼。我站在花架边，熟练地拿着花剪和包装纸，嘴角带着笑意。别急，各位老板，今天是我向南单干的第1天。A 级玫瑰300一斤，郁金香900一斤，拍卖出售，价高者得。按规矩，一手交钱，一手提货。其他老板一拥而上，我要50斤，我要100斤。花架前瞬间排起了长队，手机支付到账的提示音此起彼伏，我的账户数字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飙升。就在这时，手机响起，周文斌打来电话。我接通电话，传来周文斌咬牙切齿的声音：“向南，算你狠，你把那批郁金香卖给我，我按原价2倍给你。不，我给你10万块好处费，你别把事儿做绝了，交不上单我就完了啊！你这是在断我后路。”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我冷笑一声：“20万，斌哥，你当初给我1万块的时候，可没说要给我后路。”向南，你别不识好歹，信不信我让你在花城1毛钱都赚不到？斌哥，你以前老说我不懂做生意，今天我教你一课，在鲜花这行，眼光才是一切。至于你那20万，留着给自己买棺材吧。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这仅仅是个开始。周文斌花城这块天要变了。花架前的老板们看着这一幕，纷纷竖起大拇指。老张拍了拍我的肩膀：“向南，我就知道你有今天。以前我们在周文斌那里订货，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走了，他那店什么都不是。”周姐也点头：“就是周文斌连鲜花好坏都分不清，全靠你撑着。现在他自己作死，活该。”我笑了笑，继续给老板们装花。而此时，周文斌正跌跌撞撞地拉住路边的老张。周文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张总，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明天一定把花给您补齐，违约金我双倍赔偿。”老张猛地甩开周文斌：“今天下午3点就是开幕式，你让我拿什么招待各方贵宾？要不是以前向南兄弟在，你以为我会跟你签合同？人家向南不辞辛劳的帮你把控质量，给你兜底从不出错。你这没良心的白眼狼还把人逼走，你活该！从今天起，所有的合作全部作废，等着收律师函吧。违约金200万，1分不能少。”张总看都不看他一眼，转身离开。周围的同行一脸看笑话的样子。周文斌面色惨白，瘫软在地：“亲爱的，别愁了。我刚从隔壁市的小3户手里收了一大批便宜的洛神玫瑰和洋歌女，价格比平时低了1半，咱们只要倒手卖出去，绝对能把今天亏的钱补回来。这下发了！快，赶紧先放到冷库里保鲜。”几分钟后，一辆脏兮兮的货车停在了花店门前，车厢门一开，一股刺鼻的氨气混着烂花的腐臭味瞬间冲了出来。围观的同行们被这股味熏得连连后退。周文斌冲到车厢前一看，差点两眼一黑晕过去。车厢里的宝石箱早就混乱不堪，花朵密密麻麻地耷拉着脑袋，花瓣发黑腐烂，剩下的几只洋甘菊也只是在污水里无力地垂着头。周文斌气得揪住小情人的衣领：“你管这叫鲜花？你脑子里装的是屎吗？”我买的时候他们还好好的，那个小3户说只是因为没打保鲜剂有点蔫，放进醒花池里缓一缓就好了。在鲜花行当里，有一种行话叫药花。有些不良散户为了让快死的花看起来新鲜，会往水里加药。这种花一旦脱离了药水环境，几小时内必死无疑，且会迅速腐烂发臭。以前有我在，这些散户连洲际花艺的门都摸不到。现在这小情人被人家当成了待宰的肥猪。更要命的是，花店的伙计为了图省事，直接把这车带药水的脏水和半死不活的花一股脑倒进了花店最大的主保鲜冷库里。周文斌嘶吼着扑过去阻止：“别动！妈的，别动！”但已经晚了，腐败的毒素和致命的病菌瞬间污染了整个冷库的循环系统。不到10分钟，原本冷库里那些健康的鲜花开始接连发黑腐烂，花瓣脱落，花茎变软，
价值100万的鲜花瞬间报废。周文斌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插在头发里，眼神呆滞。周文斌嘶吼着：“蠢货，毁了我的店！”小情人捂着脸哭闹，两人扭打在一起。仓库彻底乱成一锅粥，臭气熏天。而我正带着巨款赶往医院，给父亲最好的治疗终于有着落了。我仅仅刚走了1天，他的花店就迎来了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南城第一人民医院，我妈站在缴费窗口前，手里攥着一卷皱巴巴的零钱。二叔冷哼一声：“哼，我早就说了，向南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人家周文斌有家世、有学历、有脑子，他有啥？就凭着一股子倔劲儿就想翻身，做梦呢！现在他1分钱都拿不出来，他爹等着偷袭救命呢。”我妈掩面哭泣，母亲泣不成声，低声哀求：“哥，你先借2000，我洗碗打工还你。”我没钱。我大步上前，将黑色双肩包甩在窗台。不用借了。拉链拉开，一沓沓100元大钞整齐摆放，整整50万。二叔眼珠子瞪得溜圆，结巴的说不出话。向南，你哪来这么多钱？我没理他。转 VIP 特护病房，20万预交住院费，请顶尖专家手术。母亲捂住嘴，泪水汹涌而出。向南，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你不会借高利贷了吧？我握住母亲粗糙的手，轻声安慰：“妈，这是我凭本事赚的，爸会好起来，我们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二叔站在一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咽了口唾沫，舔着脸凑上来：“我家向南真有出息，我就知道你是个做生意的料。你看，二叔那个小卖部最近资金周转不开，你能不能……”我冷冷地打断他：“不能，钱是我拿命拼回来的，跟您这铁公鸡没半点关系。”安顿好我妈后，我走出医院。今天的开门红只是第一步。周文斌虽然蠢，但他家在省城鲜花界势力盘根错节的，资本还在，他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做大。果然没一会儿，老邢打来电话：“老弟，出大事了！周文斌他爹出面了，放出狠话，整个花市所有人，谁要是敢把一枝花卖给你，就是跟他们周家作对，以后休想在省城做鲜花生意。”我冷笑一声，掐我货源。老邢，天气预报说过几天全省大范围霜冻，是不是真的？电话那头的老邢愣了一下：“是啊，气象局发了红色预警，所有花田今晚开始盖棚防霜。你问这个干嘛？”那就好，我要让周家知道，这花市不是他后院的花园。另一边，翠湖茶楼的包厢里，周文斌的父亲，省城鲜花界的老地头蛇周雄，正端坐在紫檀木椅上，慢条斯理地品着普洱。桌子两边坐着省城鲜花行业最有分量的花农，包括老邢。所有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诸位，我们周家在省城鲜花行业也算吃了30年饭了。犬子不懂事，让向南那个小崽子钻了空子，但规矩不能坏。从今天起，省城所有人，谁要是敢卖一枝花给向南，就是砸我周雄的饭碗。以后他的花在省城别想找到一条发货渠道。老邢咬了咬牙，硬着头皮开口：“周爷，这断人财路的事儿……”老邢，我听说你儿子马上读大学了，怎么？你想第一个试试水深？老邢攥紧了拳头，但在周家盘根错节的势力面前，最终还是无奈地低下了头。半小时后，我又接到了老邢的电话：“向南老弟，哥对不住你，周雄发了江湖追杀令，花市上的兄弟们拖家带口，不敢拿全家老小的饭碗跟你赌。后天霜冻就要来了，花田全要抢收，但这茬花我们一枝都不能卖给你。”哥，严重了，兄弟们要吃饭我懂，我只想说，你们不仅不用卖给我，还要把所有的花，不管好坏，全部按市场高价全塞给周雄。老邢愣住了，老邢诧异：“这是为啥？”我冷笑一声，看着窗外已经开始阴沉的天。周文斌的主弄库刚刚被灰霉病花污染，霉菌孢子还在循环系统里。他那个草包小情人根本不懂怎么彻底小杀灭菌。你们现在把花卖给他，就是塞给他一颗定时炸弹。至于我的货，我自有办法。我挂断电话后，翻出一个存了2年一直没拨打过的号码，是厄瓜多尔鲜花出口贸易商黑人兄弟。2年前，黑人兄弟的一整柜顶级厄瓜多尔永生花，因为报关延误滞留在海关，眼看整柜货要被销毁作废。我在海关监管舱蹲了整整3天3夜，一箱一箱开箱复检，从被贴上不合格标签的货里挑出了70%还能救的好货，帮黑人兄弟挽回了200多万的损失。从此，黑人兄弟放话，只要是向南的事，就是他黑人兄弟的事。电话接通，那头是黑人兄弟带着外国人口音的爽朗笑声：“南，我的中国兄弟，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黑哥，花城马上要变天了，你手里那批刚从阿姆斯特丹拍回来的进口郁金香和肯尼亚玫瑰，别再发其他城市了，连夜转到花城来。
我全包了。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全包 ？Oh my god！ 那可是整整300万只顶级进口鲜切花，光货款就要1200万。Are you sure？ OK 的，我手里只有70万现金，但我用花城未来1半的高端鲜花市场做抵押，货先入我的冷库，2天内我连本带利给你结清。黑人兄弟，敢不敢跟我赌一把？电话那头沉默了5秒，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老黑这条命在海关那就等于你捡回来的，有什么不敢赌的？你的眼光值这个数，连夜装车，10个小时后，省城机场货运站见。我放下手机，走出冷库大门。周雄，你以为封锁了省城这片小花田就能困死我向南？老子今天要借着这场霜冻把整个天给翻过来。第2天清晨，霜冻如期而至，花城花田损失惨重，全省鲜花产能骤降70%，省城进入紧急抢货状态，所有花店和婚庆公司都在疯狂囤货。鲜花行业最怕的就是天灾，因为断货，但这同时也是一场狂欢。寒潮越大，花越贵，谁手里有鲜花，谁就是整个省城花卉界的活财神。周文斌在公司里，他坐在沙发上得意地哼着小曲，小情人殷勤地倒着茶。亲爱的，还是你爸厉害，一道封杀令，向南那个穷彪蛋连1枝花都收不到。昨天咱们可是霜冻前把花田所有花全签收进来了，现在全省城除了找咱们，没有第2家有货。这几天咱们把价格翻5倍，狠狠宰他们一把。翻5倍是昨天的价，今天翻10倍，照样有人跪着来买。向南算个屁，跟我斗？他现在估计在那个破冷库里对着空气哭呢。周姐不是不跟我合作吗？等她来求我，我让她跪在公司门口叫爸爸。冷库的伙计连滚带爬冲了进来。老板，完了，昨天刚收的花全完了。周文斌手里的茶杯啪地摔在地上，他一把推开小情人，跟着伙计冲向冷库。推开冷库门的刹那，一股腐烂的恶臭扑面而来，他整个人像被雷劈中，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满是冷凝水的瓷砖上。昨天还满满当当、娇艳欲滴的几10万扎鲜花，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库房耷拉着花头，花瓣布满灰色霉般的烂花，腐烂的花瓣掉落在地，混合着冷凝水，在脚底踩成令人作呕的彩色泥浆。灰霉病爆发，加上冷库高湿引起的交叉感染，之前被那车药花污染的循环系统根本没有彻底消毒。周文斌那个草包根本不懂怎么消杀灭菌，数以万计的鲜切花往里一塞，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可能！这可是我抵押了全部身家，还借了高利贷收的货啊！就在这时，一辆辆商务车顶着热浪开进了鲜花市场。最大婚庆商人的赵海云，会展中心的周姐，还有省城几10家顶级花店和婚庆公司的老板，全从车上走下来。周文斌像看到救星，连滚带爬扑过去。赵总，周姐，你们来提货对不对？这些花虽然蔫了点，但还能用，我半价，不，1折卖给你们。周姐捂着鼻子后退一步，冷库里冲出来的霉味让她眉头紧锁。周文斌，你脑子进水了？我买你的梅花回去传染我整个花柜吗？周文斌不解，那你们来鲜花市场干嘛？全省城只有我有货。赵海云冷笑一声，谁说只有你有货？我们路过这里，车队在前面路口集合，去找向南。周文斌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向南？没错，昨天半夜，向南调了15辆重型恒温车，从机场接了整整400万只荷兰和肯尼亚的顶级进口鲜切花。现在他的3号冷库简直就是皇家植物园。向南兄弟厚道，霜冻天市场价翻了3倍，他只涨了30%。现在全省城的花店老板全在他那排队拿号。至于你这儿，白送我都嫌晦气。车队绝尘而去，溅了周文斌一身泥水。寒风中，周文斌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公司，闻着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梅花恶臭，终于两眼一黑，直挺挺地昏死在了冷库门口的污水里。周文斌被送进医院，他爸周雄赶到病房时，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狠狠抽在刚打上点滴的周文斌脸上。周文斌半边脸瞬间肿起，嘴角溢出血丝。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500万，你不仅挪用了老子公司账上的500万去收那一堆烂花，现在还把周家的招牌彻底砸了，看你干的好事！周雄将手里的文件狠狠砸在周文斌脸上，纸张散落一地，那是10几份来自省城各大婚庆公司和高端花店的律师函。霜冻期交不出货，按照合同，周文斌不仅要退还预付款，还要赔付高达3倍的违约金。光是佳期如梦一家，违约金就高达700万元，加上其他花店，这笔烂账直逼5000万。爸，你帮帮我，你出面跟他们说说情。咱们周家在省城这么多年，他们不能不给你面子啊！面子？老子现在在省城还有个屁的面子！
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工商局的人把你的公司查封了？你那个蠢货小情人居然想把那些发霉的烂花晒干了做成干花卖，被人当场举报欺诈。现在全省城的人都知道周家花会卖梅花毒花。我周雄30年积攒的信誉，让你一天全毁了。这5000万的窟窿，你自己填不上就进去蹲耗子。我周雄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周雄摔门而去，只留下周文斌一个人在病房里绝望的哀嚎。而此时的我。
我给你搬花。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周文斌，听着他那套恶心至极的兄弟论，忽然觉得无比的荒谬。人高高在上的时候。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